少爷了吗？少爷他怎么说啊？二太太的事，先放一放，等她出来以后再处置。万一她出不来，也得等她想好了以后再说。太太，这事儿您可不能听少爷的。族里已经开过会了，都赞成处死那个狐狸精。如果您这次放过他，就像二叔老爷说的，将来一定会后患无穷的。可是二太太是他的女人，得得到他的同意吧？这么说，少爷是明确反对了。他也没有明确反对，只是说等一等。太太，那您还犹豫什么呀？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明二太太就是仇家之后的证据啊。证据我去找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我也能找出来。那好，既然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少爷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为了这个家，必须除掉他。对，趁少爷不在，现在必须下手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赶紧带小裁缝离开安庆啊！我怎么能离开这儿呢？我要救你出去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他们势力太大了。我不管他们势力有多大，你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说吧，我该怎么帮你？小菊姑娘，你跟我说实话啊。这朱顺为什么把二太太的身世告诉你呀？啊？怎么说呢？有什么说什么呗。前一阵儿，我不是被二太太给撵出来了吗？我没有地方去，我是在街上见到她的。她听说我是被二太太给撵出来的，她挺奇怪的，说是吴家撵二太太，也不该撵我呀，因为她才是我们仇家的后人啊。我以为她瞎说，没上心。没想到啊，他越说越邪乎。我再追问他，他才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原来这二太太真是汪家的二小姐啊。嗨，光凭刘家的一番话，恐怕不足为凭吧。二叔老爷，这凭证我们可以去找啊。如果要是找到凭证，您可不能再发善心了。如果找到凭证，就立即按家法处置。大太太，无闻。你到我这里来，不会是为二太太求情吧？回大太太的话，我不敢为二太太求情，只是想为少爷的事向您求情。怎么回事？二太太今晚约了关狱长见面，商谈有关放少爷的事。二太太要是去不了，那少爷就救不出来了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在给二太太求情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个决定是舒老爷做的，我想帮也帮不上忙。大太太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您千万要给二太太一次机会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那你去找舒老爷吧，如果他同意了，我没有意见。大太太，大太太，情况紧急，二太太约了关狱长见面，是关系到少爷的身家性命。大太太，现在少爷只有您能救得了他，也只有您能救得了这个急呀。我也爱莫能助。如果二太太借这个机会逃走了怎么办？我有我的脑袋担保，二太太谈完事，我立刻带她回来，听候舒老爷和您的处罚。什么？
你要让吴文带你去见关狱长？他只是个下人，怎么撑得住场面呢？可是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这么做了。不行，我去。你跟他约了什么时候？我替你去。啊，你去？好了，别说了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姐，你千万要当心啊！对了，白大叔前2天跟我说，他确信三妹还活在世上。真的？不过奇怪的是，他说三妹可能也在吴府，好像是你府里的一个丫头，叫巧菊。巧菊？怎么了？不可能，她不可能啊！二妹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只要我们能找到证据。我记得三妹身上除了那块残玉以外，胸前应该还有块胎记的。二妹，不用太着急，我们知道三妹还活着就是件好事啊。你自己保重，我先走了。巧菊，三妹。朱老板，我还没找到联名信呢。这封才是联名信的真正底稿，拿回去给你们二叔老爷看看，看看黄梅儿是不是在为汪家报仇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哼，看他这回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啊，谢谢朱老板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二叔老爷去。今天把大家留下来，就是商量商量如何处置二太太的问题。这件事情上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，就尽管讲出来啊。二哥，她身为仇家女子，心怀不轨，先是弃子大嫂，后来又陷害大侄子，置吴家于死地而后快。我看不杀不足以平人心呐。可是吴家家规严厉啊，明文规定家人之手不得沾血，无论是上人还是下人，无论是什么人犯了错，都不能违反这个条例。那就乱棍打死，这总合乎家法吧？哎，现在已经是民国了，按此家法是否合理？再说了，他虽然身为仇家之女，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阴谋陷害吴家。这找到了，二叔老爷，二叔老爷，什么找到了？找到刘少爷给二太太那封联名信的底稿。什么联名信底稿啊？当初在安庆乡绅要告汪家，二太太为了给汪家报仇，特意向刘建雄要了联名信的底稿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找证据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拿来，二叔老爷，你看。看，哎呀，他到刘家要这联名信底稿，目的再清楚不过，就是要毁掉我们吴家呀！二哥，这铁证如山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了。就是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他作为仇家的后人，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来，如果不处死，天理不容啊！好，将他装进麻袋，沉入江中。这总算是我们祖宗一向的规矩吧？他既然承认他是仇家的后人，又有联名信底稿作为证据，我们绝不能放虎归山。我立即召集吴氏家族会议，一旦举手通过，立即将他处死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巧菊，三妹。大太太，大太太，二叔老爷呢？二叔老爷和长辈去了吴家祠堂，他们正在商议着怎么处理那个戏子的事儿。我还有急事找他。那要等他回来才行啊。
就怕来不及了。太太，你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二太太说今天晚上约了人，商议救少爷的事儿。我怕耽误大事，所以就想，您该不是想放他出去吧？因为他可以救少爷，我想也许该让他试试看。大太太，亏你想得出来，这汪家和吴家势不两立，他不可能真心想救少爷，他无非是看形势不对，想找个理由从吴家逃走。你可不能上他的当啊！你说的对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这件事做到这个份上，就一不做二不休。上次吴家罚我的时候，你帮我说过好话，猫哭耗子也好吧，反正是我欠你的。现在我给你做了这顿饭，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巧菊，这块玉我送给你。我不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这种东西只有你们这些跑江湖的才会当成宝贝，这扔到地上都没人捡的。你赶紧把这吃了吧。这可能是你最后一顿饭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疯了你！妹妹，妹妹，巧菊，你真的是我的妹妹。你这戏子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演戏啊你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我陈小菊吗？巧菊，也许你真的是我的三妹啊！你神经病！你放我出去，我一定会给你找到证据的。你休想！我关在这儿，少爷也活不了啊！算了吧，大太太已经出了钱了，要不是你这个灾星，少爷早就已经放出来了。你吃还是不吃啊？不吃算了。你端走吧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开门。少爷，少爷，出大事了！有事快说。黄明儿被吴家关起来，说是要陈塘啊！一定是少爷的反间计起了作用。现在他们知道黄明儿是仇家之后了。谁让这个女人不识抬举？这混蛋的吴家，这么好的奇女子，居然不知道珍惜。老子想来想去，不能坐视不管。黄梅儿就这么一个，要是陈了堂，到哪儿去找第二个？主帅，你马上去找胡明九，叫上几名警察，就说我要派用场。是。舒老爷，舒老爷，刘建雄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不见不见。舒老爷，刘建雄带了警察，说是来制止我们执行家法，不见怕是不行吧？好，见。哼，刘少爷。哼，吴二爷，听说你要把二太太陈塘处死？刘少爷，这是我们吴家全族上下一致认同的事情，和你们刘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少爷，你不觉得你操的是不是闲心呐？啊，糊涂，你真是糊涂！家法能大过王法吗？现在是民国了，违法那可不行。走，我去看看。来，哎，老爷子，别摔着别。你，黄梅儿，别害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，我带的警察就在院子里头，只要我说一声，
他们就能把你带出门，看谁敢来一下。那你快点把我放出去！黄梅儿，你也是场面上的人了，你不能一走了之吧？你想怎么样？你知道我对你的一片苦心了吧？你废话少说。好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，只要你随了我的心愿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你放肆！我现在是吴家的二太太。哎呀，你还是吴家的二太太呢。如果我要是来迟一步，你就成了龙王爷的二太太了。黄梅儿，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我就是你的天，我就是你的地，我就是你最后一根稻草。你还跟我摆什么架子呀？好，你把我放出去，什么话都好商量。哼，我才没那么傻呢，上你的当还少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明码标价，概不赊欠。我要把柴房当新房，我先做新郎，后做人。无耻之徒，你滚！哎，你可想好了啊？哎，过来这村没这店儿。哼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走，我可管不了了。走，哎，走。啊，不错。少爷，怎么样？没到火烧眉毛的时候，他就不肯就范。明天咱们上陈塘现场，看他求不求饶。走，回去睡觉。哎呀，真是吴家不幸啊！什么妖孽都敢欺负咱吴家呀！二叔，这刘建雄对黄梅儿垂涎已久，他这是想趁火打劫。提前下手，后半夜就把黄梅儿沉塘，免得节外生枝啊！好像不是黄梅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黄梅姑娘怎么没来？你做好准备，我们随机应变。好。哎，新婚的来了，别着急，就他一个人。卖香烟啦！香烟。哎，卖香烟的。香烟啦！哎，长官，来包香烟吧。你把监狱钥匙收好，在这盯着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马上上去找我，千万不能莽撞。他没带人，最好还是智取为上。好的。卖香烟，卖香烟。哎，请。人呢？啊，哎，稍等片刻，马上就来。关于长，你是谁呀？林雪莲，你是人是鬼？你说呢？怎么？做贼心虚了？哎呀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你可千万别跟我过不去呀！那为什么阎王爷跟我说是你放火烧死我的？哎呀，天大的冤枉啊！我那会儿连狱长我都不是，我哪有那种权利呀？那你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儿？去阎王爷那儿
说个清楚。哎，吃饭喽！哎，吃饭了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你不吃饭了？快来拿饭！啊，快吃吧，今儿的窝头是甜的。哎，好吃啊！钥匙不在他身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快走。好。关院长，关院长，关院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关院长，怎么了？林雪莲，林雪莲在哪儿呢？鬼，他见鬼了！他不是死了吗？见鬼了！鬼啊！鬼！起来！林雪莲，我看见他了。鬼！鬼！鬼！来，走吧。鬼！没拿到钥匙，恐怕他们已经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。没拿到钥匙，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企图。继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如果准备好了，咱们就出发吧。小姐，这次的行动取消了。为什么？关狱长回到监狱，很可能会有所防备的。我们现在行动会非常危险。没关系的，继子，我们有北京来的5位精英，再加上我，监狱里的几个警察，怕什么？关狱长已经回到了监狱，他很可能会照章办事。我们现在没有提票，很难混进监狱。如果不能智取，那我们就强攻。清泉和雨生的死刑命令已经下来了，如果今晚不行动的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们正在商议此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商量？哎呀！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监狱救人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！你们现在突然取消行动的话，只怕已经打草惊蛇了。他们很有可能现在就处死雨生和清泉，你们还在这纸上谈兵。哎，小姐，我不能让你去。老温，不能让小姐一个人冒险。好，小姐，我们同进退。凌晨时分，他们的防范会很薄弱，我们届时行动
知觉不行，我们就立刻改为强攻。如果这次行动失败，有人被俘的话，我们就推说是土匪来监狱抢夺同伴。千万不要牵连到北京的钱老和狱中的余生清泉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我们行动吧。走。走。怎么样，好了吗？绣好了，那个鞋底明天就可以穿了。林老板，不好了！你怎么来了？吴家祠堂开会，要把二太太沉塘，今天晚上就下手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她。这么快？二太太，吴文，外面怎么样了？据说有人在劫狱。那少爷和李大人的安危怎么样？少爷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但是警察已经把监狱给封锁了。这么说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二太太，其他的事情我不清楚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你救出来。明天一早我就去牢里找少爷，无论如何让他发个话，先把你放出来。没用的，就算少爷发了话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。二太太，您是少爷的人，少爷不发话，他们不敢把您怎么样。你会来的，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我还看着你被人沉塘啊。拿着，杨柳连夜给你做的，快穿上。替我谢谢他，姐。也许我们只有来世再见了。说什么呢？快穿上，你试试。田管家，你走了，我现在遇到事情，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了。也许巧菊说的对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死去的婆婆，为了你和你弟弟，我不能再犹豫了。王家二小姐，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怎么？你不说话了？不说我是你妹妹了？行，你不说我说。自从你迈进吴家的第一天起，你就想好了怎么陷害吴家。先是老夫人被气死，少爷被关进监狱，接着我又被你赶出去。你一步一步地实现你的计划，眼看着就要成功了。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会发现你的阴谋吧？我知道，你应该很恨我，你也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我扔到井里边去。我既不后悔，也不恨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可怜。我有什么好可怜的？我很好啊，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觉得你可怜。我
听不懂你说些什么，我也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我也应该告诉你。兔死狐悲，连畜生都有同情心，更何况是人。做人就要有良心，有良心才有良知。你连起码的良知都没有，你说你可怜不可怜？你我毫无冤仇，可是你为了一己之私，竟然串通刘建雄，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而且你有可能伤害的是你最亲的人。我没有你这样的亲人，我不想跟你胡说了。你想活命吗？那你就交出那样东西，有人会来救你。什么东西？你不要装糊涂了，你心里明白，只要你拿出来，他们一定会放过你的。他们是谁？是刘建雄他们吗？你管他们是谁？你交还是不交吧？我没有那件东西，我拿什么交？行，那你就等着喂鱼吧。人都有一死，我死得清清白白，无怨无悔。可是巧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刘建雄和朱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不要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了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？后悔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事到临头你还嘴硬，不想跟你说了。怎么回事？可能出事了。今天晚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啊，给我把眼睛睁大点儿。要是出现什么问题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是。看什么呢？不，你看什么呢？今晚老实点啊！关院长，关院长，关院长，什么事儿？省里来人了。干什么的？说是要检查监狱里的防火设施，您去看看吧。啊。那先去吧。这些日来的蹊跷，你藏在暗处，一有情况立即示警。是。属下不知上差光临啊，有失远迎啊。不知诸位有何公干呐？我们是省警察厅的啊，前来查看各个监狱防火情形。你们这个监狱1年前失过一次火，更是勘察重点。啊，是，勘察。那就请关狱长带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哎呀，这属下没有接到上面的命令啊。你看，哎呀，这里毕竟是监狱重地嘛。要不，请各位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，我去通知一下胡局长。抽查还用大张旗鼓吗？你看看你啊，身为狱长却满嘴酒气，真是荒唐。哎呀，如此糊涂，想必漏洞少不了。诸位，那属下看看各位的公文。是我们查你啊，还是你查我们？那好吧，
那我就给各位带路啊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看，糊涂！哎呀，糊涂啊！你看，今晚是副狱长当班呐，要是被他给带走了，你看，哎呀，恐怕呀那厮是喝酒去了。那这样吧，请你们啊在这儿稍坐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们找回来。姓关的，放明白点，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，有兄弟出事了，我要带他出去，你听到没有？不是，你们哪位兄弟关在这儿了？哎，好说好说，我放人不就是了吗？不该问的你别问，给我们带路就是。你看，这钥匙的确是不在我这儿啊！各位爷，你们干嘛和我过意不去啊？啊，我跟你们前世无冤，后世无仇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你们派人跟着我，我令你们去找他回来。我，姓关的，你敢跟我捣鬼？我帮了你！壮士，小人不敢啊！只要你们放我一马，我保证你们平安的离开这里。关狱长，欧阳校长，我明白了。打开牢门。这可是死罪呀！打开牢门！要死，咱们死在一起。走。清泉，快救雨生！是，快！清泉。